走不到的叫憧憬，走过的那才叫足迹。和这座像多巴胺像素堆叠的小岛交换一场春天吧。只需要搭乘几分钟的渡轮，就能从高楼耸立的高雄切换到慢活惬意的旗津岛。那些原本只存在网络里的风景，这次我要亲自印进记忆里。在旗津，每一帧画面都能重启你对美好的感知，走走停停也能把憧憬变成属于你的风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租上车了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旗津。旗津呢是高雄旁边一长溜的小岛，可以坐轮渡去，也可以自驾去。我们决定自驾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高雄的一些景点啊，就是比较分散。然后呢，我们明天想要去冈山吃羊肉，又想要去佛光山，然后还要去旗山。觉得还是租车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们刚才租车的时候呢，顺口问了一句，能不能我们在高雄租车，然后在台中还？然后人家说可以，没问题，只不过要收一个异地还车的费用。异地还车呢，就是要加1000块台币，我觉得划算。这个异地还车的费用划算，因为我们拖着行李啊，然后2个人坐高铁啊的车票，还有如果富贵还要再吃个什么高铁便当、台铁便当之类的，其实也不止1000块钱了，是吧？对，还有打 Uber 去火车站呢。对，还要打 Uber 去火车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异地还车还是挺划算的，加1000块钱。然后我们这次租的这辆车是我们在台湾以来租的最豪华的一辆车，是个福特的，也是一个小车，是不是内饰还是挺豪华的？然后我们的导航 CarPlay 可以直接上这个屏幕，那车上本身也有导航，只不过呢，这个台湾的输入法我们不会用，就 CarPlay 还是很方便的。我们这几天在高雄啊，虽然说天气不是特别好啊，但是依旧阻挡不了我们喜欢高雄的这个心啊，因为整个城市的氛围就是很放松，不急不躁。然后所有人都非常的温和，非常的友善，非常的友好，不管是计程车还是Uber， 每个大哥都特别的友好，听我们是来观光的，非常就是用心的给我们去介绍啊，去给建议啊什么的。那高雄其实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哇，这个前边这个车就有点急躁了啊。这个大卡车，大卡车前面有一个旅行车吧，大的旅行车，可能大卡车嫌它开的比较慢，咵就插到我们这儿来了，但是离我们很近。嘿，这给我吓一跳，等会儿我缓一缓再说啊。来嘛，刚才只是个例哈，个例，整个城市给我们感觉还是很 chill 的啊，还是非常放松、非常 chill、非常安逸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的旗津就属于更让人感觉到治愈的地方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彩色的小房子，我就光看图片我就非常喜欢。哦，这过这个隧道，这是要过隧道了吗？这不是高雄港过港隧道。海底隧道，海底的吗？隧道特别短，然后呢，就说明它坐轮渡来肯定也特别快。我就说到这个海底隧道，我就想到，因为我们青岛也有海底隧道嘛，也是特别长的一条。然后我第一次过海底隧道的时候，我爸说：“哎，我带你去过海底隧道啊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我一直以为海底隧道它就是周边那个墙都是透明的，就跟海洋世界一样，我能在那个隧道里开车，然后看到鱼。结果就只是在海底下，然后一个封闭的，根本啥都看不见。我一直以为海底隧道就是透明的。怎么觉得旗津好像比高雄热呀？好像是旗津比高雄热一点。地图上就是旗津，就是整个这个岛就是一个长条状的，
我们现在要走到旗津岛的最顶头，那就是一个旗后炮台。所以你坐渡轮上来，你在这儿还得有交通工具。对，你坐渡轮，你还是得租个机车啊，或者是租个脚踏车啊之类的。对，脚踏车可能有点远啊。这边应该就是旗津的老街吧。上走。富贵儿把自己开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，不能往上走了。哦，人要往上走。对。去找个停车位吧。这停车场上面是个啥呀？这是个。这是啥呀？好神秘的感觉哎！看见海了哟！我现在手里缺个大肠包小肠，我就这么在这儿坐着，在这个海滩上坐着吃个大肠包小肠，简直就是幸福无比。哎，对呀，这沙滩的沙子怎么是这个颜色的？黑色的。咦？这是啥植物啊？整个一片都是。我想请问一下大家，我如果拿个矿泉水瓶装一瓶沙子走，应该没事吧？不行。为啥不行？你看咱们家现在有白沙了，然后有红沙了，现在还缺个黑沙。我待会儿准备。如果是违法的，大家不要举报我啊！看看咱这小哥的松弛感。海滩的这一边，这个楼就是我们那天在博二看到的楼，那边就是高雄。星空隧道，墙壁上是画着各种的彩绘，然后它这个还有各种灯，这个灯是有不同的变化，一直在动的，然后就让这个隧道看起来就更加的灵动，更加的活泼。你看，还有整个一片的，这个是鲨鱼，看大鲨鱼，画的也很好哎。哇塞，这个好漂亮啊！你看这个隧道上面是山，然后山旁边就是有一个观望台。星空隧道出来有一条小径啊，这条小径不知道它能通去哪里。然后这边有一大片的仙人掌，仙人掌果，好多好多的仙人掌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这些仙人掌是怎么来到海边的？它是一开始是怎么来到海边的呢？你看前面有好多，这么一大片的仙人掌哦。
路吗？没有啊，那2个人走到前面去了。那2个通过那个星空隧道再回去，然后我们上炮台。啊，好好看啊！有没有？看着好好看。超美！哎，它怎么不变了？刚才还在变化，怎么我一进来它就不变了？一定是被我震慑住了。我们现在往灯塔和炮台上走。是可以进去的吗？啥也没有。上来。要有啥就有点恐怖了，是吧？哦，这边是可以，是个墙。古迹哦，炮台上来看一看。上面有什么？对面就是高雄，然后这些彩虹色的小房子是旗津特色。然后旗津从左到右就这么宽。这个炮台下面这个地有点斑驳啊，但是我看起来很像马的前半身，像不像奔跑的马儿？炮台地上啊有很多沟壑，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在当时，但是它这个砖砌的真的好漂亮啊，看非常的整齐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它的炮台整个都是对称的，对面也有一个，不知道这个房间是观望台还是什么。炮台旁边漆路的这个石头，感觉也是被大海侵蚀过的石头，这种形状像珊瑚一样。顺着炮台旁边的登山步道上去，就能到灯塔。
高雄，太惬意了。我在想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前面是彩色的小房子，隔着一个海沟，对面就是现代化的高雄的大楼，然后远处又是蓝天白云，那得多美啊！这下午要没事儿就在这儿坐一下午，关键是手里得有个大肠包小肠或者是什么小吃。哦，所以上面是灯塔，下面就是渡轮站，所以如果是坐渡轮来的话，直接在渡轮站往上走就能走到灯塔和炮台，这还蛮方便的耶。它正好就是在旗津这个岛的最顶端。所以说我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山上那个神秘的门，应该有可能就是炮台的一部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又顺着这个楼梯下来了，到停车场和富贵汇合，看看他给我拿的沙合不合格，因为我现在收集了几个很不同地方的沙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富贵的任务圆满完成，弄了半瓶，多半瓶。这个都是新上的漆哦，一看就是很亮堂，很新。这油漆这字儿一看就是特别清晰、特别鲜亮的。旗津岛呢，总长是11公里，宽只有200米，200公尺，其实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岛。如果坐轮渡来的话，它就直接到灯塔下面的那个轮渡站，然后再从那个轮渡站直接走上灯塔，还有炮台。炮台下去以后呢，再走沿海的那个线，可以租一个脚踏车啊，或者是那种蹦蹦车啊。慢慢沿着海岸线走。我现在是在岛的另外一边，是这个渔港这一边。有漂亮海岸线的是在另外一边，那一边其实是大家就比较喜欢在那里散步啊、发呆的地方。如果来高雄旅游有半天时间，觉得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呢又想要一个比较惬意放松的一个旅程的话，可以来旗津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小岛。不管您是骑车、步行，还是租个小蹦蹦、电动小蹦蹦，都是非常惬意的。好吧，我要准备在这儿再坐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冈山吃羊肉了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